一提到龙虾，就联想到食物。人类从10万年前就开始食用龙虾，作为一种高级食材，原来100多年前，在美国缅因州、马萨诸塞州和加拿大滨海地区，龙虾被认为是一种贫困食品，是契约仆人或社会下层成员的食物。一些仆人在雇佣协议中规定，他们每周吃龙虾的次数不得超过2次。龙虾在监狱里也很常见，这让囚犯很不高兴。美国龙虾最初被认为只值得用作肥料或鱼饵，原因是当时保鲜技术差，龙虾过多和味道不怎么好吃。据说海上起一场风暴，海边就冲上一大堆龙虾，随便捡都可以。直到进入20世纪，它才被视为一种低价的罐装主食。怎么说龙虾味道不好呢？当地的龙虾品种是这种海鳌龙虾，也叫波士顿龙虾，而和这种真龙虾相比，味道和价格也相差很多。波士顿龙虾大概是真龙虾价格1/3。龙虾与蜗牛和蜘蛛一样，含有铜的血蓝蛋白，而具有蓝色血液。龙虾的平均寿命可以达到45年，而捕获最老的是140年以上。这让人们不禁想知道，为什么龙虾能够长寿呢？更为重要的是，龙虾拥有一种独特的基因修复机制，可以修复 DNA 损伤和保持端粒长度。端粒酶在细胞中负责端粒延长的一种酶，可将端粒 DNA 加至真核细胞染色体末端，把 DNA 复制损失的端粒填补起来，使端粒修复延长，可以让端粒不会因细胞分裂而有所损耗，使得细胞分裂的次数增加。这也使龙虾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慢、减弱或失去生育能力，而且年长的龙虾比年轻的龙虾生育能力更强。端粒是染色体末端的一段 DNA 序列，它可以看作是一个保护性的帽子，能够保护染色体免受外界环境和化学物质的侵害。每当细胞分裂时，端粒会缩短，当缩短到一定程度时，细胞就会停止分裂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身体细胞大概只能分裂50次，分裂周期2-3年，而龙虾会一直无限制的分裂。龙虾的端粒可以在细胞分裂时得到有效的修复和维护，从而能够保持较长的寿命。这种基因修复机制是目前科学家研究的热点，有望为人类的寿命延长和健康提供重要的参考。在正常人体细胞中，端粒酶的活性受到相当严密的调控，只有在造血细胞、干细胞和生殖细胞这些必须不断分裂复制的细胞之中，才可以侦测到具有活性的端粒酶。可怕的是，科学家在肿瘤和癌细胞中经常能够检测到端粒酶活性的变异，在有转移倾向的癌细胞组织中，更是能够检测到端粒酶的高表达。尽管龙虾的寿命长，但它们仍然会面临各种生存挑战，如食物短缺、天敌的威胁和环境污染等。另外，一旦龙虾死亡，其身体也会迅速分解，无法像其他动物一样保存下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。因此，科学家们在研究龙虾长寿的机制时也面临挑战。以上的是本期内容，如果喜欢，请订阅、按赞和分享，谢谢。